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一个自小能看见他们的女孩，本以为习以为常的灵异体质，却因一位横死的女鬼附身而险些丧命。母亲随之也被诡异的怀疑女鬼纠缠，家中频现双重身影与扎辫子的鬼笑女人。最终，神秘半仙揭开恐怖真相，并在深夜三岔路口的烧纸仪式中展开一场灵界的生死较量。你准备好听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我呢，是一个在上海工作的贵州女孩儿，家里人呢，都是一些特殊体质，不知道从哪一代人开始的。总之，从我记事起，就能够看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事物。其实对于从小就有这种体质的我来说呢，已经是习惯了，不觉得很害怕，并且他们对我的生活造成不了什么影响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。但是高三那年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这种平静。从那之后，我妈妈的身体状况就出现了问题。我先说我这件事啊，然后呢，再跟各位讲讲我妈妈的经历。我是高三那年突然开始变得阴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开心，总会担心未来的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而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控制不住。后来事态发展的是越来越恶劣，我甚至出现了自杀的倾向。后来才知道自己被一个横死的女人给跟上了，这就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被上身的滋味儿。但每当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，真的是受不了控制的。那种处境就好像内心在哭泣，仿佛结束生命就是一个很好的归宿。总是在最难过的时候，内心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催促我赶快去死。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就是得了抑郁症了，其实并不是抑郁，因为我去医院开药，看大夫都没有太大的作用。那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姑妈家里，这才渐渐的好了起来。而那个姑妈家供了一个神仙，是一个民间的神仙，我记不住他叫什么名字，就记得那天我妈带着我过去做客，他的那个神仙呢，是在2楼供奉着。我们上了他们家2楼的时候，就感觉整个人汗毛都竖了起来，还在发抖，冒虚汗。那个姑妈看到我这种反应，就认定是我身上有东西跟着。她自身呢，也是懂得一些这方面的，她就跟我讲，说我身上跟的是一个我们学校周围跳楼自杀的女人。而这个姑妈虽然能够看出问题，但是她不懂得怎么解决，就建议我妈带着我去找个道长一类的人物去看看。可惊喜的是，那天到家之后，我整个人大变，又回到了以往轻松愉快的那种状态，也不再会去想什么自杀了。其实在那个姑妈家，一上她供奉神仙的2楼的时候，我汗毛竖起来发虚汗的时候，已经感觉到身上轻松了不少。估计是那个神仙的威力起到了作用，让那个跟着我的女鬼从我的身上离开了吧。我的事儿呢，就在这里告一段落。但在我好了没多久，我妈就开始出现了问题。我妈年轻的时候做过大手术，身体比较虚弱，之前呢，总是被吓到，所以需要叫魂儿才会好。但是这一次也没有被吓到，也没有什么征兆，就是不舒服，头晕，胸闷。那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去医院根本就查不出什么问题。我奶奶说，没准啊，不是普通的问题，也不是跟以前似的掉了魂儿，应该是被脏东西给跟上了。我妈呢，还是先去了上次那个姑妈家，而那个姑妈就说，跟着她的是一个怀孕时出车祸身亡的女人，又换了好几个地方，找了出马仙看过，找道长也看过，还找过其他的江湖术士也看过，都说是一个怀孕时死的女人跟着。他们的说法出奇的一致，也分别找出了他们做法处理过，那作用呢，都不是很大。后来还是那个供奉神仙的姑妈告诉我们，她认识一个半仙儿，说这人是个半仙儿。其实吧，他比其他所谓的知名高人看的都要准，处理事情也是十分有效。我们根据姑妈说的路线，找到了这位半仙儿。这个半仙儿啊，点香之后盯着我妈妈的眼睛看了一会儿，跟我们说道，这身上带着的应该是2个人，一大一小。我一听这就明白了意思，不是就是怀孕了吗？还带着个小孩吗？半仙儿说，这人很凶，不好处理。他点上香之后，自己在那儿碎碎念好长时间，
可是我听不懂他在念什么。然后呢，他就问了我妈一些问题，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，什么东头，你婶儿什么时候走的，或者家里边儿最近都好吗？反正都是一些我来看不算是关键的问题，并且我感觉他不是在跟我妈对话，对面儿呢还有一些无厘头的问题，我妈完全可以回答得上来。我猜大概就是半仙儿和我妈身上跟着的这个女人在对话吧。聊了一会儿，最后呢递给了我们一点纸钱，说是让我们回去之后呢，等到下月初7晚上8点之后，去我们家东南方向的那个3岔路口烧掉，让我们必须用他给的这一摞儿，不许加也不许减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何这么清楚我家什么方向，有什么路口呢。我们回去之后呢，因为要等到初7才能够去烧纸，所以在这期间呢，我们什么事儿也不许做，就算是不舒服也要让我妈忍着。在中间这段日子，我还在我们家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。有天晚上，我妈在厨房做饭，而我在客厅看书，就看到厨房里边儿我妈走了出来。当时我也并没有在意，可是当我妈刚出来，过了一会儿从厨房又出了一个我妈，这两个身影当中就隔了不到10几秒吧，我绝对没有看错。当时吓得我直接喊了我妈2声，就说妈，刚才有没有从厨房里出来过又进去啊？我妈说没有啊，你眼花了吧？还就是有一天从我们家厕所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，厕所都是在院子里，我看见有一个女人晃晃悠悠的出来，我当时就坐着，隔着窗户我就能够看到院子里的景象，我就看见那个女人扎了个大辫子，好像知道我在看她一样，她突然把脸扭了过来，冲我哈哈这么一笑，一直笑着，就这么走到大门外了。我这胆子也是比较大的，赶紧追了出去，可是大门一直是我回家反锁的状态，根本没人呢。然后我又找遍了院子各个角落，都没有看到刚刚那个女人。还有就是那个时候我也会在家里一些不起眼的角落，突然看见那个扎大辫子的女人，还会冲着我笑，但是一转眼就没了。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，我们坚持到了下个月的初7晚上8点之后，负责烧掉那摞纸的我，因为半仙儿说过不能够让我妈本人去，最好是子女去。根据半仙儿的要求，我去的路上不能够出声儿，看见人也不能够说话，然后也不能够回头看我，就一个劲儿的往回大步走。说来也怪，那个时候是夏天，按道理来说村里很多人在8点多钟还在遛弯呢，可是我去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看到，就连以往两边树林吱了鸟叫声我都没听到，仿佛我周围是一个封闭的空间，后背还有一阵阵的冰凉。终于是来到这个3岔路口了，我点燃这一摞纸钱，火炙得非常旺。纸钱烧完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从西头来了一阵风，把这地上的烧剩的灰烬吹到了天上，落得到处都是漫天的烟灰，结合着周围致死一般的寂静，属实是有点瘆人的。回来的路上也是奇怪，跟我来的时候环境完全不同，树林里知了叫声跟以往一样热闹，远处还有小孩追逐打闹的身影，还碰见了2波在路边遛弯的老婆婆，都是我们村儿的人。我更加确信我刚才去的时候走的这条路应该不是这个世界的路，要不然不可能反差这么大。从那以后我妈就好了起来，我现在还是时不时的会看到一些奇怪的阴间东西，只不过他们不来惹我们，我也当他们是阳间的人一样看待。或许来这个世界游荡也是他们应有的权利，只不过恰巧我是一个能够看到他们的人罢了。